上集我花了2小时40分排观光缆车上山，看到一生必看的藏王树冰。但如果能边滑雪边享受一般观光客看不到的树冰美景，节省至少1大半时间，用更舒适的方式上山，避开游客人潮，那有多美好？很多人问我，藏王真的是单板地狱吗？新手能不能从山顶滑下来？下集这部影片从租借雪具、滑雪票、雪道跟缆车，还有教练一次说清楚。但更重要的是，藏王有些路段连双板可能都很难滑过，需要脱下装备用走的，又时常雾大到几乎看不见，这才是真正的坑。我会用保姆级的建议，让你可以从容面对。嗨，大家好，我是 Leo。这部影片发布时，新的雪季又开始了，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看我去滑雪时更写实、更及时的分享。不定时也会在那让大家领取我整理好但没有在 YouTube 影片公开、超实用的滑雪旅游资讯。这次我们来藏王滑雪场。藏王温泉滑雪场是100年的老雪场，所以一开始只考虑双板去设计。早期又是有多家公司独立经营不同的区域，后来才整并为4家。制度上虽然全山票已经都通用，但物理上合并后的雪道各种等级穿插没有明确的分界，三角区域与缆车呈放射状，而且山头还不止一个。除了一般观光缆车可以抵达的地藏山顶外，还包含了三郎岳、五郎岳、鸟兜山、黑鸡山等副峰，导致现在有非常多的连通道，时不时出现非常平甚至有上坡的地方，这都是在一张平面的滑雪场地图上很难想象、很难判断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先好好了解它，做点功课，真的会滑到很累，甚至有点痛苦。每天回程也可能赶不上缆车，回住宿超麻烦，可能还赶不上还租借被加钱。上集搞定交通、住宿、美食，也教了怎么判断天气、搭观光缆车看树冰。今天这集我会告诉你，我实际花了3天的时间，亲自尽量滑遍各种雪道，实测了5条不同上山顶的路线，跑了好几家雪具店才租到雪具，也找了教练上课。时间轴有分章节，加上避免时间轴被切得过细，一些雪道或缆车关键必须注意的地方，我会标记时间点在置顶留言中，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点来观看或复习。当然，你必须先有雪具才能搭滑雪缆车跟滑雪帽，但藏王官方的雪具店很昂贵，其他雪具店的位置又非常分散，很多又不能预约。我会一家一家分析，让你知道怎么选。我整理了9间雪具租借店，最便宜5000日元，最贵13500日元，价差快3倍。这里有一张比较总表，你可以暂停截图或是留言藏王雪具，我转给你这张图的高清版加 Google Map 还有官网的连结。因为这趟我们主要是住在中央还有山路站这一区，所以实际我有拍到店面大概都在这一区，其他区域的店家我会利用网络上的照片还有资讯补充给大家看。先跟大家说，藏王的雪具店几乎都只能要用的那天才能去租借，很多不能预约也不能提早1个晚上去领取。以我们那次实际去的经验，旺季稍微晚一点去租，可能完全租不到。我们总共问了4家才真的实际租到，虽然看起来评价都不是很高，但我建议你还是多备几间多问问看。接下来的所有价钱都是以租用雪板、雪鞋、雪衣、雪裤4样东西1日日元的定价为比较基准。首先第一区住宿为上姿台跟温泉街，或是搭巴士上山的人，这边有2间推荐给大家。第一间是 Best Rental，8250日元，不能预约。优点是价格便宜，装备新，但因为这间在台湾的网络上非常有名，旺季很容易排队，空间小蛮挤，而且很多评价提到说忙起来可能态度会不太好。第二间是上姿台官方 Jupiter 这栋大楼里面1楼 Brand Viking，9500日元，可以预约。这里的好处是整栋楼你就可以搞定所有跟滑雪相关的事情，租完雪具直接换雪票，寄放东西，甚至找官方的教练。但这里装备比较旧，小结一下，如果是我选平日的早上8点就能到的话，我会选 Best Rental。如果确定是旺季去又会晚到，建议你就提前预约 Brand Viking。想省时间的人也直接选 Brand Viking。第二区是住宿为中央缆车温泉站附近的人，这边有2间推荐给大家。第一间是 Rossignol Rental，13500日元，是我目前找到最贵的一家店，但它的店面很新，设备也很新，相对人就少一些，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到，可以考虑。第二家是 Shibaski，9100日元，评价是这区最好的。优点是价格便宜，服务好，装备品质好，但空间很小，人多会蛮拥挤的。一样快速小结一下，我会首选 Shibaski， 真的租不到才去最高价的 Rossignol Rental。第3区是住宿在缆车山路站附近的人，这边有4间推荐给大家。第一间是ZAO
Utopia 租借点，12000日元。优点是位置在3路站内，超方便，而且一样整栋楼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但价格也是偏贵。第二间是能登屋，在这边唯一卖伴手礼的店家旁边的一个小角落，它跟蛮多住宿都有配合的。如果你住宿有配合，优惠价只要5000日元，是我目前找到最便宜的。但因为它位在商店内，租借区很小，装备的数量也偏少，要碰碰运气。第三间是 Naja Rental，8800日元。重点是这间可以透过完美行线上刷卡预约，对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第四间是 Kasukawa Sports，9000日元，一样也可以线上预约，跟刚刚第三间的 Naja 差不多，择一去预约就好。我们这次实际也是在这家租借的，但我们主观的意见觉得这件衣服的样式相对没有这么好看，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临时去，好看的都被挑完的关系啦。因为这间是我们实际租到的，我会稍微放比较长当天拍摄的篇幅给大家看。Hello， 我是结果他们租不到。来出看看那间吧，这间出看看。看起来蛮多，看起来有。鞋子看起来有，我的鞋子。抱歉，不会，辛苦你们了。今天上苏滨，也不能说它是错的决定啊，因为今天真的是开季以来第3天这样吧。因为我想要听大家讲，就是这种天气很难哦。对啊，这2个月以来第3天，可以1.0度吗？对啊，而且今天通常都还会还有1.0。上面真的超漂亮，所以最后都租到了。有。多少钱？是这边价钱。换你啊。你帮我讲。すみません。この友達ボードだけ。ボードだけ。そう。スノーボード。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値段。これ？哦，你要几天？2天，先2天。不对呀，2天5000，すみません。都 OK 吗？终于租到了，大家。Where five people？啊 Where？ Jacket。啊，谁租衣服 Where six？ Where？ ？OK。下に名前書いてない。名前書いてない。これ？これと、あと女性のもう1人の方。啊。这是女生的吧？对 ，OK，C，就2点多，还有个是。Already，要先见面。我帮你那个。啊，是不是有点吵？哪里？Thank you。我看你的版，还行哎，感觉顾的还行。正面、后面，看它白顶，还行啊，这是边缘，是正常受损哦，还行，但那边有点夸张了，这最后印象哦，这有点夸张，但是还好，差不多吗？差不多，他换衣服还好租到，大家都有，对，nice， 很好，什么颜色？他们你看那个颜色，我可以穿吗？它只有这个色啊你。就穿 oversize 啊，那个也太丑了吧？可以穿 oversize 吗？可以啦，snowball 就是要 oversize 啊，不过已经很，但你已经很 oversize 了。对啊，但是我觉得它颜色好丑。没办法，因为没得选，我觉得宿舍就好了。这种都比这个好了。真的吗？还是黑的就好，黑的会破，没有那个。不会，黑的不会。不会很这样。对啊，可以啊。我这一定是比你那个好看。你重点是你那裤子。啊，你买护具到底要不要买？妹妹，你要买护具吗？建议是要啦，不然有点危险。护具踩的。最少要屁股跟膝盖。那屁股我不就等一下再重穿裤子？对啊，所以建议先买。还是我帮你买过来。好，你帮我买好。protection 買いたい。女性のありますか？これヒップヒップ。はいはい。OK hip and knee。これはフリーサイズ。あ OK OK。これ女性。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它这个是买的加屁股，一个屁股一个膝盖。彼女のや彼女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けど。友達だけ。友達？ OK。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累哦，换衣服超累。我已经累了。他们说这一家租过夜的话不用拿来换，可以带回去，因为有些店家是要当天都要换的。那就来不及了。就比较麻烦。看来就是要自己拥有不方便。它这边也有置物柜，放的东西可以放这边。快速小结，我会首选可以预约的 Naja 或是 Kasukawa Sports。如果你的住宿有配合，那秒选能登屋租借。第4区是住宿在大森38号缆车站底部附近或是自驾的人，这边只推荐给大家一间，就是在大森滑雪中心的1楼，12000日元。这里只适合自驾或是住在大森附近住宿的人，位置比较偏，但很好停车，人也很少。
而前面没有提到的黑基区，因为我查不到任何可以租借的资料，如果真的要从那边出发，你自己一定要准备好装备再前往。雪具有了，但藏王有多种雪票类型，比如说点数券、4小时券、1日券等等，你该买哪一种呢？首先，观光缆车票是给不滑雪的人，单纯给你搭1号跟2号的缆车上山顶去看树冰用的。上集我有很详细的跟大家说明过，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针对观光缆车票，这次就不多做讨论。今天要讲的是滑雪票，这个才是滑雪的人要买的。但是上一集我发现很多人还是问我说，买了滑雪票能不能搭观光缆车？当然可以，简单你就直接想成你买了藏王的滑雪票，就可以搭所有藏王的缆车，包括观光缆车，你也不用特别去管缆车的英日文 lift、roleplay、gondola、sky cable 等等的那些不同的缆车名字，反正就是都可以搭。所以如果你会滑雪，我建议你就直接买雪票，不用再买观光缆车票。至于优先票的部分，请看上一集。也有蛮多人问我说，那如果滑雪客用的优先权抢不到怎么办？我是不是一样要排队很久才能搭1号、2号缆车上山顶？这部分后面章节我在讲雪道跟缆车的部分，我会提供给大家5条上山顶的方案，让大家做比较，找替代方案做选择。接着这是官网今年的票价表，票有分很多种类型。来，我带着你看，你应该要买什么。第一个判断依据，你今天是来滑雪的吗？如果不是，只是单纯要来观光，请参考上集的影片，你就不用考虑要不要买滑雪票的这个问题。那如果答案是是的话，我们进入第二个要考量的点，你是完全零经验的新手吗？如果是，才要考虑点数券。搭乘不同缆车所需要的点数范围大概是小缆车1点到大缆车3点，只适合完全零经验的初学者，因为你可能长时间都在平地上课练习，好不容易搭上缆车上去之后，滑一趟下来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实际上一整天下来，你可能搭不到几次缆车。如果不是你已经有一定的滑行能力，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要考量的问题，你来藏王可以滑雪的时间有多久？情境 A， 你如果有一整天的时间，甚至是住在这里可以滑好几天，推荐你首选全日券。这部分我会建议你提早买早鸟，或是直接网络购买，不仅可以免费取消，还比你在现场买便宜。不建议现场买，浪费时间排队就算了，还贵一些。网络购买之后自己点一点机台，换实体票也很方便，但有少数地方是需要人工换票的，网络当天即买即用也是可以的。除非你真的很懒得先用网络买，那就直接去现场买吧。那情境 B 是你如果中午之后才到，或是当天要来回藏王，时间比较短，那这时候你可以考虑4小时券。情境 C， 你如果是更晚，傍晚才到，那个晚上又想要马上滑，这个情况我才建议你去买夜滑券。最后，所有全日券、点数券、时间类型的券都可以用在夜滑，不用再另外购买夜滑券。好，可以上山了，但藏王有39条缆车，50-60条雪道，地图蛮多位置又跟实际的地形长得蛮不像的，你要怎么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藏王最让人头痛的就是这张雪场地图，官方的资讯显示有39条缆车，但是有大约10条我查是长期处于运休或是季节性的调节，也就是夏天可能才开。其中有4条是上下山都可以搭乘的箱型缆车，剩下的则都是滑雪客才能搭的吊椅式缆车。我仔细研究了官方的介绍，还有很多日本介绍雪场的网站。藏王的雪道也不像我过往介绍过的雪场有明确的雪道名称以及相应的雪道资讯，它是由12条雪道和14个雪场区组合而成的，每一个雪场区内各自还有很多条雪道是没有自己的名字。实际上我自己估算至少有50几条雪道，这一趟因为有很多原因，我只有不完整的3天能够探索，实在没有办法用过去的介绍方式每一条一一带你看过。这次我换个方式带大家熟悉这里的雪道与缆车，实测了5条从3角不同出发点上山顶看出冰的路线，告诉你怎么搭缆车怎么滑可以到达，并分析每一条的优劣势以及合适的人差别又在哪里，也会带你看怎么从山顶滑回每一个出发点，在充满很平的坡甚至有上坡的藏王雪道。别担心，接下来以下的介绍都会包含教练级的指引，包括平坡在哪里，要从哪里加速冲，哪里要果断拖板走，大雾能见度差，我也教你该如何看数字找路。以上我会将数字都标上雪场地图的雪道相应位置，并备注一些重要的位置。影片上画面比较局限，在下面留言藏王地图，我转给你高清版。这边看到的是我们上一集详细为大家介绍过的观光缆车，分别是1号跟2号缆车。那最慢人潮又最多的1号缆车，你是会滑雪的人有买滑雪票，如果人真的很多，排队排很长，你又没有抢到滑雪客专用的优先权的话，你就尽量避开1号缆车。那其他的替代路
线，只要你想上山顶，不管你从哪里出发，全部都必须先到2号缆车的底部，也就是树滨高原站这个地方，才能再继续往山顶走。所以后面的所有路线介绍，我都会以2号缆车底部这个地方当做目的地去介绍。首先，我会把整个雪场地图分为3大区以及5个出发点，一样先附上比较表给大家参考。细节我们后面马上来谈。现在这个是上之台站这边是我这3天第一次来，我今天雪超大，我尝试从上之台这边上山顶，好，那就记录给大家看了。第一条，适合住在上之台温泉街附近或是搭巴士来的人，最复杂，滑行距离也最长，而且会滑过平的地方也很多。人超少的，我自己一个坐一台，然后雪超大的，视线真的很差其实山顶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对，希望我不会迷路。我今天不会到山顶，我大概就是到那个2号缆车换的地方，这样给大家看就好了。上之台上去是最复杂的，也最多连通道的，我希望今天不会累死。我现在要往上走去33，看起来是要往下滑4号缆车一走出来，往右手边看，这边看到雪道是从中央滑雪场那边滑过来的连通道。那往左手边滑去就是金刚石滑雪场，这边我没有滑到，但这里的雪面北的关系，四周又有树林环绕，雪质通常比较好。这一区蛮适合有一点程度的初学者上来练习，人也相对没有下面上之台这么多。要往下滑一点点，滑下来一小段也不应该算板。现在我搭的是33号缆车，哇，雪太大了。一下33号缆车之后，往右手边大回转，是可以直接滑回上之台的雪道，但走那边必经过黑线上级雪道，如果程度不够，我建议你都不要走这边，直接往前走，滑过左手边这个缆车的下方，左转往下，可以接到中央的红线，但是它的坡度在中级道也不算真的很陡的。你如果是单板比较出街的，慢慢推坡也是可以下去了，但双板出街，你如果控制不了，我是不建议你走这边啦，你还是有机会一路冲下去，蛮危险的。滑到尾端之后，左手边会先看到14号缆车的底部，我们要去山顶的话，就不是搭这条，再往后面走一点，这台就是12号缆车的底部。那在它的正对面啊，你往下滑，就是刚刚我提到中央往金刚石的那一个连通道。那其实它是可以去看一个类似沼泽的景点，如果你们要去看那个景，我是不建议你去走那边。一上12号缆车，往左手边看就可以看到整个藏王很有名的餐厅跟住宿。我上一集也有介绍过，就是356小屋。下12号缆车之后，其实你不管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跟这个缆车近乎平行的左边有2条，跟往右手边有3条，包括刚刚滑的红线雪道。整个中央区有7条雪道，大部分都是初级道，但其实它中间有穿插2条红线，1条比较难的黑线，下去之前要看一下哦。这一区算是整个藏王比较早开放的区域，这边的雪道都偏短，中间有1条雪道也会设有公园 park 让你去玩。总之这一区就是比较丰富了，小小一个区域什么都有。这一区因为它被好几个副峰环绕，所以你实际去的时候，地形地貌跟藏王官方提供的雪场地图上实在很难对起来。尤其是像我们要继续往山顶，你想要去搭17号缆车，这一段其实就会有点混淆。那我带着你再继续往下看，你如果是滑单板的啊，从刚刚12号缆车下缆车之后，如果是要往山顶走，我建议你是可以直接拖板用走的，至少过了16号缆车之后再穿板，这样会比较轻松。不然其实这边非常平，12号缆车下来几乎没什么坡，其实你再怎么冲也是冲不了多少，你要慢慢推很长一段。那我刚刚讲的多山头造就这边很容易混淆的第一个点，刚刚从12号缆车下来是感觉往下甚至有点平的嘛，那你看到地图上有16号缆车这个位置，然后实际上你看到它这个角度，你会以为这里是可以搭的缆车，但其实不是哦，这个是16号缆车下车的位置。你再往前走一点，你就可
可以往下滑，等等就会经过他上车的位置。刚刚往右手边看啊，第二个因为地形很容易混淆点又来了。刚刚我说中央区那几条雪道，你往右手边看会有3条，这3条你下去之后，你又回到刚刚356小屋啊12号缆车底部那边，也是去不到山顶的。不要走错方向，你要靠最左边这一条跟16号缆车平行的这一条才可以往山顶走。那这4条中间又还有一条路是往山下会接到大坪雪道的路线。那往下山的部分我后面会再提到。继续往山顶走，过了16号缆车顶部，左边这一栋建筑是一个餐厅，叫做 Panorama， 这边都还是很平哦，所以我建议你再往前走一点，过了右手边这个指标之后，再穿板都还 OK 哦。那接下来滑这一条雪道啊，在藏王官方的地图上它是没有等级的，也没有自己的雪道名称。正确来说，它就是连接中央还有乐园滑雪场的连通道。那因为它旁边的16号缆车叫做片背3人用缆车，所以我自己把它取名为片背绿线。这边我建议你如果敢的话，从一开始滑下去就不要刹车，一路冲到底，能冲多少就冲多少。冲到底之后，你会在左手边看到16号缆车的底部，然后从这边开始，我个人认为接下来这个平坦区就是藏王为什么叫做单板地狱的主因。这边你看，连我旁边的这些双板都滑得非常辛苦，更不用讲我是滑单板的。其实我看比较有经验的教练分享啊，他们再怎么厉害，顶多教练他们也是冲到前面差不多这个指标，还有看到这个 TS 表彰牌的位置，就是一定要停下来。基本上你就是一定要拖板走。这个区域真的超级平、超级远，接近17号缆车的位置，甚至变成上坡。重点是走到17号缆车，你可以听听看我有多喘，真的超级累啊，好累啊！快点休息一下，太累了，快死我！但是这个平坦区，我个人认为是藏王31的核心。总之，它可以去很多地方，所以你只要想要去藏王的山顶，跨藏王不同的区域，其实你很难避开它啦。有预期心理，你滑到这边就是要用走的，至少有个心理准备啦。12下缆车这里上来之后下缆车啊，这一段到17这里靠北累，前面真的这边16一开始就不要减速，一直冲到底，但是这边冲到底，最后这里还是要拖板子，因为这边前面这边就是有上坡，然后才能接到17。哎，吃个午餐再上去。现在搭17号缆车去那个树冰园道的中间，就是山顶滑下来中间那边，然后接2号缆车。在17号缆车的下方，就是乐园滑雪场主要的2条雪道。第一条先穿过的是绿线，那第2条是在左手边是黑线。绿线的部分等下下山我也会再跟大家讲。那黑线的部分，因为我们要滑到这里，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藏王有3大壁，这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最陡只有28度，以黑线来讲不算难，整体来说蛮短的，看起来算安全。如果想稍微挑战一下黑线的，可以来试试看。接着在下17号缆车之前，因为进入树冰园道了嘛，这边就算天气这么不好，其实你在缆车2侧就可以看到不错的树冰，蛮壮观的，而且蛮近的。那下17号缆车之后，左手边就是从山顶滑下来的红线，叫做藏给坡；右手边的话就是往绿线树冰园道。因为我滑树冰园道的这天视线真的太差，放一个我从山顶滑下来视线比较好的画面给大家看，至少让大家知道你在17号缆车下来的位置大概是在80号黄色牌这个位置。那你下缆车之后，其实不用急着穿板，你要稍微往上爬一小段，往右斜前方走，一直走到79号牌前这个位置再穿板往下滑比较好。好，接下来整段绿线树冰园道上应该有很多视线很好的介绍，那我这边刚好给大家看看，如果视线比较差，你要怎么利用数字牌去认你大概的位置。从刚刚的黄色79号牌开始，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直往上看就可以看到头顶上的这台缆车，就是观光的2号缆车，也是我们要去搭往山顶的这一条缆车，一直持续滑到黄色75号牌的位置，就是在缆车的正底下。接着一路保持速度滑，都还算有坡度，但你如果看到63号牌2侧都有栅栏，有点像桥的这个地方开始，就会变得超级平，甚至有些地方还有一点点上坡。这边的话，一路要到22号缆车的顶部，也就是56号牌的位置，才会结束这段平坡，开始有坡度可以往下滑。
基本上你如果跟我一样没有从一开始就不减速一直往下冲的话，这一段一定会停住。你没有速度就干脆一点拖板走吧，但是真的要走蛮远的，就是要至少一路走到看到20号缆车才穿板。那你如果敢冲不怕速度，我是建议你从起始点79号位置就要开始一路往下冲，都不要减速，在你可以控制的安全范围内，能冲多快就冲多快，才有机会冲过这条平坡。过了22号可以穿板往下滑了，但很快的，你看到53号牌，如果你是要去山顶，就准备要右转，因为你如果再继续往前滑，又会遇到平坡，而且那个方向是往黑鸡或是叫做黑姑娘那边的滑雪场，你要再往2号缆车走，也要绕一圈回来。所以当你看到53号牌，其实这边的右手边就有一个告示牌，告诉你是岔路，右转往下这一整区就是乌托邦滑雪场，这一区也是蛮小的，有2条雪道，往下滑右边是绿线，左边是红线。那这边也是属于整个藏王比较早开放的雪道，非常的短。那右转往下，如果你是靠着右侧22号缆车这条往下滑的话，你会先看到绿色20号的这个牌子，它告诉你的就是往右手边这个连通道下去就是绿线联络滑道，那这边就是回左侧区的一个方法。那这边一样回程，我再带大家看，再一路往下，如果视线不好，你就是沿着缆车滑，很快你在右手边可以看到一个亮亮绿色的地方，那边就是22号缆车的底部。那左手边也有一台缆车，这个是21号缆车，这条的话只有夏季会开。那滑过22号缆车啊，这边又会到一个非常平坦的区域。那往22号缆车跟21号缆车中间的右侧这个岔路看，正前方这边就是2号缆车底部，也就是树滨高原站，也就是所有这5条不同出发点上山的路线必经的一站。因为从这一站之后上山顶的画面，上一集我很详细的分享过了，我这一集就不再多做介绍，有兴趣的再去上一集看吧。路线一小结一下，从上支台出发的这个路线，它是左侧区的唯一选择，但大家看完也知道，这个路线真的超级复杂，而且平坡超级多，甚至有上坡，耗时间又耗体力，单板的话真的会超痛苦的。所以复杂度指数我给到9，是这5条里面最高的。如果你不是住这区，一定要从这区出发，我是真的不太推荐走这条。然后这次很抱歉，我想跟大家说，我要尝试一次，在没有把完整的一个章节讲完就直接切断。剩下的4条路线，包括下山回程指引、新手上课练习的雪道推荐、看树冰的好地点整理，到藏王的中文教练分享，全部都要再分一集再呈现给大家。藏王的雪道资讯真的非常的不明确，所以在剪辑之前，我整理资讯的时间花了非常多，其实不好整理。所以剪到介绍雪道与缆车的这个章节，我才发现介绍完1条路线就已经快要过年了，我也准备要去日本滑雪，再剪下去我后面事情都处理不完。所以答应大家，剩下的部分会在3月底4月初左右，在我这一季滑雪结束后再补给大家。刚好借这次机会，你可以留言告诉我，看完这一集，下集还没有剪出来的部分，你还想知道什么？甚至在藏王雪道这么不明确的资讯下，你如果是很专业的，发现我有哪里有错误，也欢迎指正，我会很感谢你的。那这一集还是有呈现很多资讯给大家，尤其是租借雪具跟雪票的部分。如果你或是你喜欢滑雪的朋友需要这方面的资讯，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也记得打开小铃铛，你才不会错过我下一集的新影片。好了，大家雪季后再见，拜拜。